在台湾说到吃锅贴，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八方云集跟四海游龙。他们的创办人虽然都是因为负债而创业，卖的东西也很类似，但其实成功的路径并不太相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四海八方的发展史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台湾的网络世界当中呢，有个比赛输了要吃锅贴的迷因现象。不管是这个国际赛事还是选举，只要是比分相近却不幸落败的情况呢，很多网友都会留言吃锅贴。有行动力一点的呢，可能会再多传个锅贴照片来表达自己的失望。那这个梗呢，最早是来自于虽败犹荣跟四海游龙的谐音。但近年来呢，有很多人开始检讨四海游龙的店家越来越少，这梗是不是快要变成时代的眼泪了？确实如果以最近的资料来看，四海游龙在台湾只剩不到200家，是对手八方云集的1/5。很多人就好奇，四海游龙明明比较早创立，卖的东西也都跟八方差不多，为什么分店数会相差这么多呢？那到底四海游龙跟八方云集当初是怎么创立的？八方云集又是怎么样后来居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也在找一个可以随时随地安心喝好水的方法吗？ Brita Cube 小绿方呢，采用了全球独家的母婴级设计，4倍极净的 Maxtra Pro 滤芯搭配医护级 UVC 杀菌，零废水也免安装，打开就能够马上用。滑盖式注水孔以及双集水盘，方便倒水不乱喷。5秒顺热功能，随选5种温度，贴心70度，爸妈泡奶好安心。重要的是机身只有 A4 宽小巧不占空间，放哪都有型。那如果出门在外，还有 Brita Vital 随行滤水瓶，瓶身使用耐磨、耐摔、抗酸碱材质，滤芯更通过多国检验，有效过滤20种污染物，让你随时随地安心喝好水。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的链接，把握最低44折的优惠吧。四海游龙创办人之一的李信长，曾经是一位关注居住正义的小学老师。1989年，他跟台大城乡发展所的学生发起无壳瓜牛运动，号召4万人夜宿忠孝东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之后，他为了投身制度改革而参选立委，但不幸落选，背上了超过70万的债务。在1993年他跟当时立委选举的竞选总干事陈武雕决定要一起创业还债。根据《今周刊》的专访他说自己很喜欢吃这个基隆庙口的一家红烧鳗，预计呢把红烧鳗当作是主力商品，而且红烧鳗呢看起来就像是一尾游龙，所以他决定要把店名取名为四海游龙。没有想到呢，四海游龙开张之后呢，他爱吃的这个红烧鳗不符合市场需求，也不适合连锁店的经营模式，反倒是店内的锅贴受到最多人的喜爱。就是他快速的调整脚步，打造出了台湾平民的贵族美食。四海游龙在创业的初期有5大策略，首先是平价，他们把自己定位在庶民美食，所以即使成本上涨，为了确保价格亲民，他们不会轻易的调涨。再来，他们尽可能的让锅贴符合大众的口味，并且搭配标准化的制作流程，提供品质稳定的餐点。经济日报的记者比喻，四海游龙呢就像是中式麦当劳一样，而且他们的营业时间非常长，从中午一路开到晚上，让很多的学生或是忙碌的上班族都能够方便又快速的享用到中式热食。然后为了扩大受众，除了锅贴，他们也推出各种面类汤类以及小菜来吸引不同的顾客。最后，四海游龙对于加盟的态度非常的谨慎。有业者透露，初期四海游龙的加盟门槛高，除了要自备100万元以上的加盟金，还要到店内5星实习3个月，最后要通过总公司的严格评估跟考核才能够开店。甚至初期还只有公司内部的员工才能够加盟。有人认为四海游龙这么严格的把关，就是为了守护得来不易的成功，确保各分店的品质一致。而内部主管呢，也曾经在访问的时候表示，展店数字并不是总部的唯一考量，他们希望透过内部加盟，协助年轻人创业，让员工拥有更稳定的生活。1999年，四海游龙创立6年之后，陆续开出了24家连锁店，而八方云集也差不多在这段时间创立。八方云集的创办人林佳玉从小家境贫穷，国小时呢有次注册费拖欠被处罚，让他非常的自卑，但也激起了他的上进心。出社会之后呢，他学习维修电梯，每天工作14个小时，甚至还创业当老板，赚了不少钱。但后来投资股票失利，在47岁时散尽家财，还负债了2000万元。1998年，林佳玉为了要摆脱债务，决定在台北的天母创办八方云集。当时早他5年成立的四海游龙已经在大台北地区开出了多家连锁店。所以有很多人猜测林佳玉是不是想要跟四海游龙打对台，甚至是觉得呢8比4多才故意取名为八方云集。
对此八方云集在脸书上面解释说，这个名字的由来呢，其实是八方美味飘香，四面宾客云集的意思。而商周也报道，林嘉玉选择不模仿对手，走自己的路，定下了5年开100家店的目标，为八方云集杀出一条血路。比起四海游龙的谨慎展店八方云集主打快速展店，达到规模经济。八方云集的内部主管也表示，我们在做穷人的总部，帮穷人致富。创立初期呢，八方云集锁定愿意打拼、最想要翻身的加盟主，像是外籍配偶啊、水泥工人、半夜送货的这个物流司机等等，推出只要10万元的超低加盟金，让这些手头本来就不宽裕的族群有机会加盟。那如果再算上这个装潢费用，大约50万元就能够开店，这个比同业还少1半的加盟费用，成功的让八方云集快速的展店，在创业的第3年就已经在台湾开出100家店，比当年林嘉玉的目标还提早2年。那规模有了，林嘉玉同步建立自动化设备，并且完善物流系统。刚刚有说到，林嘉玉过去呢是维修电梯起家的，所以对于机器设计呢有一定的了解。他不只花了很多的心思打造工厂全自动化生产，更强调中央工厂跟门市零库存目标。八方云集的工厂呢会根据各个门市的销售情况来制作跟配送原料，让总部跟加盟主就像是命运共同体一样。加盟主呢不会因为缺货而跑掉找别人卖，而总部呢也可以透过订单掌握这个分店的销售成绩。2015年，林嘉玉感到锅贴市场逐渐饱和，决定要开发第2品牌。林嘉玉找来了当时在5星级饭店这个担任中餐主厨的梁社汉，打造出了梁社汉排骨。然后呢，再靠着这个八方云集的250位加盟主，先行加盟快速展店，在台湾的街头快速崛起。截至2024年的第1季梁社汉排骨店的这个分店数量已经超越了台湾便当龙头悟饕。同时呢，这个单店的营业额也超越了八方云集，来到了平均月营收150万。后来梁社汉主厨呢，更带领八方云集夺得了台北牛肉面节的金牌。很多人到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梁社汉排骨也是八方云集的，甚至还开玩笑说，八方云集可能是被锅贴耽误的牛肉面店。而除了梁社汉排骨呢，林嘉玉也积极的展开多品牌的经营，台湾的丹提咖啡啊、方针蔬食，以及香港这个百方时尚便当、八方台式面屋，都是八方云集的旗下企业。那在八方云集积极的拓展同时四海游龙创办人也出现了内斗风波，甚至引发了后续的网内互打跟股权纠纷。2006年左右，有部分的四海游龙老店突然改头换面，换上了新招牌先天下，而且店内的装潢标语呢，还直接呛名“味压八方，香过四海”，竞争意味浓厚。其实这个先天下老板不是别人就是四海游龙创办人之一的陈武雕。他因为跟李信长的经营理念分歧，而李信长又手握这个四海游龙的商标权，所以才另开先天下抗衡。但先天下开没有多久之后，2011年李信长计划呢要参选总统，为了避免让这个政治影响到商业，李信长改让陈武雕担任四海游龙的董事长。当时不管是先天下还是四海游龙的董事长都是陈武雕，陈武雕呢就顺势合并先天下跟四海游龙，进一步的扩张版图，没有想到却引发了网内互打。原本为了要竞争而故意开在附近的店面，反而在合并之后开始抢生意，甚至还传出呢有加盟主因为被迫迁店而吞药抗议。而除了这个网内互打之外呢，四海游龙也传出了股权纠纷。先是李信长指控他请这个陈武雕代理董事长职务，可是陈武雕呢却伪造这个董事辞职书来逼退他。后来2019年又传出四海游龙跟香港的这个百宏公司爆发了上亿股权纠纷，香港百宏公司向新北地院申请执行假扣押。那虽然法院认为李信长提出的证据不足，做出了不起诉处分，四海游龙也强调假扣押不会影响供货，但接二连三的争议还是让很多的加盟主人心惶惶。有人认为四海游龙可能就是因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处理内耗，所以不只是分店数，就连网络的声量也被八方云集后来居上。根据网络温度计的资料，在2017年之前呢，四海游龙的网络声量一直都领先八方云集，直到2018年的4月底，桃园平镇晋鹏工厂发生火灾，不幸夺走6名的消防员，还有2名移工性命。当时八方云集宣布呢要捐出700万元，在网络上面掀起了广泛的讨论，从此八方云集的网络声量就一路反超。不过这个网络声量也不一定都是正面的。根据 CookSeek 网站的统计呢，今年的1到5月，八方云集的负面声量是全台湾餐饮业当中最高，而背后的原因可能跟今年八方云集连续爆出食安争议有关。首先是今年的3月初呢，八方云集遭到了高雄市卫生局点名使用含有苏丹红的辣椒粉。
那虽然八方云集强调他们购买的辣椒粉跟检验异常的辣椒粉是不同的品项，而且也通过了第三方公证单位检验，但还是有很多的民众不放心，质疑八方云集的说法不可信。而今年4月呢，八方云集的北投公馆店还传出了疑似这个食物中毒事件，卫生局前往稽查，发现冷冻库的风扇层架不干净，要求限期改善。到了9月，网络上面甚至还出现了前员工爆料，说自己工作的八方云集都没有按照正常的流程制作餐点，出现食安破口。有员工在分装食物时会徒手捏小菜装盘，或是呢包锅贴时不戴手套，中途使用手机跟收钱，甚至还会拿平常装回收的这个塑胶水桶盛装刚煮沸的热汤等等。很多人批评呢，八方云集只顾着开分店，没有监控品质，所以才会多次的出现食安争议。但八方云集强调，他们非常重视旗下餐饮店的食品安全，被点名的店家其实并没有依照标准流程作业，已经违反合约，会立刻的终止加盟关系。首先，我们要先强调一下，这集没有任何的锅贴店赞助，而且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也一直想要找出到底谁才是大部分台湾人心中的锅贴霸主。但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如果以分店数量来说，八方云集毫无疑问的略胜一筹。但有很多人认为，评断锅贴霸主的标准不应该是分店数量，而是好不好吃。可是如果牵涉到口味，那就非常难处理了。以我们内部的企划为例，有的企划觉得四海游龙的皮太厚，但也有企划觉得厚厚的口感呢才是锅贴好吃的秘诀。有企划认为呢，八方的酸辣汤是灵魂，但也有企划认为以汤品来说，应该是四海游龙取胜。也就是说，在口味的讨论当中，大家互不让步，也僵持不下。但如果我们先放下锅贴霸主的争执，讨论这两家锅贴店到底为什么吸引人，企划们又可以快速的取得共识，认为这两家连锁店所提供的便利可能是他们成功的关键。每当下午2、3点，大部分的店家都休息时，四海游龙跟八方云集永远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客人。而且不管我们想要吃面、吃锅贴吃水饺，或是来点青菜跟汤品搭配，他们都一应俱全。更棒的是，水饺、锅贴还可以按照颗数购买完美的满足各种的需求。我们认为或许就是这种努力排除各种阻碍的贴心，让他们得以在台湾竞争激烈的庶民小吃当中脱颖而出，打拼出自己的一席之地。好的，那我们最后呢，也想要把刚刚没有共识的问题拿来问大家，你觉得谁才是台湾的锅贴霸主呢？A. 八方云集分店多，口味又稳定。B. 四海游龙虽然分店比较少，但我比较喜欢吃它的锅贴。C. 不知道，我不喜欢吃锅贴。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想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四海八方的发展史。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好事多以及 Net。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